你问老 K， 最近有一位师兄跑来问老 K 啊，他说他最近看到一支跟念佛相关的影片啊，说这个念佛啊有4种情况会堕畜生道啊，很紧张跑来问老 K 啊，那怎么办啊？所以老 K 听了就赶快去帮他看一下，到底是看了哪一支片才有这种念佛堕旁生的说法。所以今天老 K 这支片呢是要跟大家厘清观念，让大家不要这么不安。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后来老 K 去理解一下，这个老 K 去看一下这个频道这一看就知道这还是修禅的频道并不是要贴上什么他宗别派的标签，而是我在这边要提醒大家，如果你要依止善导教法对于这种他宗别派的说法，我们就真的要谨慎。因为你们想想看嘛，这善导大师的法都传到日本去1000多年都不在中土发展所以在这个善导教法不在中土这段期间你说念佛是怎么发展都是依附着这些他宗别派当做一种修行的方式所以才会有一些误解产生嘛。这个片子很长老 K 花了快30分钟看很仔细的看这个影片这位师兄经营频道还蛮用心的，他是用 AI 做影片那部片点阅率还挺高的将近4万点阅率老 K 在这边绝对不是反对 AI 做影片就是说这样没有公信力，绝不是这样我们的友台信愿念佛人师兄他也是都用 AI 来传法的这个真修行人他传的都是正法，不会去管他是露脸还是用工具这个都没有差别但是我在今天看到这个影片下面的说明我倒是没有看到任何的出处他只是说他的频道的说法都是依据佛经上面的理论来传达给大家的这样。我们这边假设这位师兄做影片都是引经据典来说的好了。的确老 K 好像以前有做过相关的影片好像就是那个念佛会堕地狱吗那一部影片嘛老 K 那时候是举了这个慈云灌顶续法法师的说法所以说这个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根据，可是我们还是要看出处还有大家不用慌张我在这边稍微分析一下其实并不是这位师兄说错，关键就在他说的不是全体的念佛人此话怎讲呢？你看我们天天念佛的人天天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我们都知道我们是靠他力本愿嘛靠佛的加持天天一声声的南无阿弥陀佛全心全意皈依然后请求佛力加持。但是呢，如果你将念佛当作是一种修行方式记住这个是关键你没有专修，你只是把念佛当作你修行方式的其中一种你可能平常你也是念地藏经，你也是去念楞严咒甚至念其他的心经普门品六字大明咒你顺便一天抽几分钟的时间去念佛的意思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说老 K 其实以前有跟法师们谈论过你不管念什么样的经咒，都是当初发愿的这些佛菩萨会来加持你最主要的是这个概念观世音菩萨系的就比较多嘛，观世音菩萨是示现各种人各种方式来想办法度脱在苦海中的人们所以你看他这个普门品六字大明咒心经，观世音菩萨只是依照众生的根基来度脱那也就是说这个早课念心经那个时候来加持你的是观世音菩萨这个日课你可能会想念地藏经你念地藏经的时候不是观世音菩萨加持你地藏菩萨和他的护法好来加持你如果你很有修行的话的意思。念楞严咒的时候又是其他的佛菩萨在加持你，这概念有点像什么我想象一下，虽然老 K 没有出家就是你出家以后你不是跟着一个师傅学，而是像这个高中上课一样你可能早上跟数学老师和这个国文老师下午你可能英文课你可能还穿插了美劳课音乐课之类的所以说这样子修就是杂修了嘛。杂修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状况
你哪一个佛菩萨想要一天24小时加持你，用他的佛力，用他的神力来加持你的时候，就会显得不够力。这个感觉就像你可能在这半个学期，你全部都学数学，每天我们就在这个集中嘛，让数学老师来教你，这个很恐怖啊，讨厌数学啊，不要转台啊，那只是一个比方而已啊，就是这样的概念啊。如果你一天分成早中晚，你念的东西都不一样，那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概念嘛。佛菩萨要加持你就使不上力，对不对？那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佛菩萨在加持我们的时候，我们念经念咒，我们要心无旁骛要一口气念完你要专心，你甚至要专心念这个佛菩萨加持才使得上力，要不然都要打折的。以前老 K 记得有很多老法师都说过这件事。那念南无阿弥陀佛差别在哪？差别是在你根本就不用专心因为南无阿弥陀佛这6个字就很像这个电脑的压缩档一样，全世界所有的功德全部压缩在这6个字上面。那是谁修的呢？当年阿弥陀佛修的。我们在称佛名，只要称念出来的时候，你就一定会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这点老 K 觉得不管你是净土法门还是他宗别派我觉得都没什么好争议。所以说我这边回提一下，那为什么你把念佛当作是一种修行，和你专修念佛的差异这么大？因为你专修念佛的时候生生都跟你说嘛，消除80亿劫生死重罪。那你不是专修的话，一下又是这个佛菩萨加持，一下又是那个加持，那我们就做不到一个字，就叫做专专心的专嘛。你一下要请地上菩萨加持你让你不要堕地狱，你一下又要持楞严咒嘛所以你要用楞严咒来加持你，让你不要被这个外道侵扰当然修行是要时间的嘛，你练这些经咒是要时间的，你可能一天念下来已经很累念到最后哇这个不行这个最后念佛还是要念一下南无阿弥陀佛念10声你们自己说你们身边修行人是不是都这样修行的那这样修会有什么后果呢？那你一天你就让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加持你那10句那10句顶多就10秒钟那你要靠这个他力本愿来加持你，你要怎么靠呢？虽然说佛经上面说你最后念10声你也可以往生，最后临终之前你要舍报的时候，平常如果我们这样修那当然你这样子佛就使不上力了嘛。然后我再拉回主题那不用多说了嘛。如果说散心念佛你会堕旁生旁生就是畜生道了那善导大师说的本愿称名凡夫入报，说你只要依止本愿，你称名就一定入报土并没有说你这样子会堕畜生道所以说这位做影片的师兄其实提醒了我们一件事他这边说的是你念佛有妄念会堕畜生道你可能会问老 K 差在哪里其实这边是关键此专非彼专他说的用妄念念佛这很容易被人家误会所以老 K 才叫你们要去念观经释铁术你们念过的人都就知道道理了嘛。专修的专就是让你放下其他杂修我们不要杂修，只专念一句佛号的意思你看以前这么多圣贤都已经帮我们示现过了老 K 常提到的海贤老法师嘛，他不是示范了那个90年吗就念一句佛号嘛。你说他念到心中都没有妄念都很专心念佛他这个纪录片大家有没有看过他都是在耕田里的时候念佛他也说他一边做事一边念佛都是叫你一边做事一边念的嘛。这个老和尚以前有一段时间被赶回家，被逼他不能念佛嘛，要还俗不能念佛他说他是在心里念佛在心里念佛你要做到怎么样没有妄念这老和尚他示现的是什么？是告诉你，你就算有妄念也没关系。他不是说过一句话吗？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专
他说的这个专啊，是专修念佛的专，不是你没有妄念的那个专啊。所以这一位做影片的师兄啊，他要提醒大家的是啊，你念佛会念到堕畜生道，那是因为你没有专修念佛，建立在这个没有专修的条件之下。老阿公老阿嬷念佛啊，个个都往生啊，每个人都已经修到菩萨了，修到菩萨的境界，他们都可以入定了哦，没有妄念了才能往生吗？啊，每个人哪一个不是一边做饭一边念佛，一边跟人家聊天一边念佛啊？他这个如果说有妄念就不能往生啊，他们个个都往生了，你怎么说啊？所以我们看到这种说法啊，不是去质疑它的正确与否啊，而是在提醒大家。你专修了没呀？还是你现在还是把这个念佛啊，把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啊摆在你的经咒后面啊，每天就是顺便念一下而已啊。我们要去想这件事啊，找到我们的问题了没有？就是把念佛当作是一种修行方式，你企图用自己的力量去修行，不是你念佛错了，而是你没有借助佛力啊。这个念佛一定要靠佛力加持啊。不是我们自己念一念就可以去观想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嘛？哦，这都说了嘛，连那个大菩萨他们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最后都还要靠这个佛来加持，他们才有办法去嘛。啊，你这个凡夫还要靠自己啊，自力念到没有妄念，你才能往生啊。我都说了，那不可能的嘛。啊，但的确，话说回来，这种影片啊，是很容易让人家误解啊，对这个念佛啊还一知半解的人看了，他当然会害怕。就不敢念佛了嘛。本来你一天想要抽10分钟念念看啊，看看会不会因此得到佛力加持啊。听到有人说哇，这个念佛啊，如果你起妄念会念到畜生道去啊，谁还敢念？一开始你谁念佛不起妄念？不念佛还好，一念佛啊，全部都是妄念啊，那他怎么办啊？都堕去畜生道了，谁还敢念佛啊？你们看看信这个专修念佛本来就很难的。然后再经过这样的一场误解啊，所以愿意修念佛的人啊，就因为这样子越来越少啊。你看这个念佛啊，谁一开始念佛不是从几声开始念，然后逐渐增加嘛？你本来修其他经咒的人啊，要你一口气先放下其他的经咒啊，那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啊。所以像我们这种宣传专修念佛的好处的人你自己去体会一下，你念其他的经咒和专念佛号的好处。所以就算是他中别派的说法，我也反对这种说法因为这个真的会让很多想要念佛的还没念佛的人对这个念佛法门产生很大的误解。老 K 在这边先声明一下，我是很少去反对其他的频道或是影片的说法，但是像这种有关键影响的，我还是要建议大家谨慎观看。老 K 记得以前有做过一期念佛会堕地狱吗那一期大概也是在讲同样的概念其实那个时候是在讲李炳南老居士他引用了慈云灌顶法师的念佛会堕地狱的说法后来我们也知道那个是天台宗的说法。虽然法师本意是让念佛人你念佛的时候发心要发好，法师的意思是说你那个念佛的时候你发心要纯正不要去求这个眼前的虚名利益但是老黑在此要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你要让大家不求虚名利益在我们末法现代除非你是出家众严持戒律要不然你在家你要我们一开始就不求功名利禄，要不求现世的利益，那谈何容易现在人都嘛是最苦的时候，要不然就是快死掉的时候，剩下几口气才想到念佛的嘛。你如果现世过得好，谁还念佛享福都来不及了嘛，当下谁还信你这个专修念佛呢？所以当年世尊才会说嘛，你一开始就信的人那个叫做大善根福德之人生生世世都是阿弥陀佛的引导加持就是这个概念嘛。我们用他中别派的逻辑来看这件事这个逻辑也没错了如果你是以痴心疑心去念佛感召到的就是畜生道的果报当然就是很容易堕畜生的意思但是老 K 在这边还是要强调一下你求功名利禄求利益谁一开始念佛不求老 K 自己刚开始念佛也是嘛那个时候生活很差嘛，现在还不是要求多赚一点钱生活不要这么痛苦不要再被欺负
啊，都是求现世的东西嘛。哦，然后现在这个一开始你念佛就要放下这个贪嗔痴哦，我们念佛就是为了放下贪嗔痴嘛。凡夫做得到吗？那个都是有修行的人啊，一开始才有办法这样。哦，你看这个《无量寿经》上面呢，世尊他当年跟阿难不是介绍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阿难不是双手合十，愿见西方阿弥陀佛。他就算这样子发愿啊，那还是要经过世尊这个佛力加持，他才有办法看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你现在要靠自力去除掉所有贪嗔痴，你才能成道啊！岂有这种道理啊？连世尊的弟子都做不到了嘛。然后后世善导大师还跳出来跟你讲，本愿称名，凡夫入报啊！既然这样的话，他干嘛不说菩萨入报呢？因为你要念到没有妄念，那菩萨的境界了啊！阿弥陀佛的第18愿呢，也是说乃至10念哦，他有说这个你去除妄念乃至10念才行吗？还是要求我们呢，这个念佛要去掉这个贪嗔痴啊，贪心堕恶鬼，嗔心堕地狱，疑心堕旁生嘛。那样谁还敢念佛呢？你这个念佛念10声啊，还要检查你这每一念里面有没有贪嗔痴嘛？那你看看阿弥陀佛上哪接人去全部都去三恶道了，他还接什么？那你说他去地狱接三恶道众生，三恶道众生哪一个没有贪嗔痴？你告诉我你说没有妄念，三恶道人都是妄念，那还不是被阿弥陀佛接走你看我们这个专修善导教法的人道成法师都告诉我们，这影片不要随便去乱看是不是很有道理你去随便点随便看就会这样子嘛对，起疑心嘛。其实有时候老黑觉得我们专修念佛的人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专信我说的专信，专门去信，而不是说你这个要三心二意一下要信这一套，一下又要用你这个亲信的这一套跑回来去质疑你这个专修念佛的理论。你看不是很多人都这样吗？叫他专修念佛了，然后他专修了还不甘心，还去这边看那边看，然后用其他的理论跑回来就说你这个专修念佛有这个有破绽，那个有破绽嘛。是不是很多人都这样然后你自己不信还好你因为这样子让很多人本来要专修念佛的人，因为你这样却步你觉得这样子很好吗？是解救他们，还是让他们更迷惑呢？除了专修念佛以外，你有没有另外一个方法可以这样保证84000法门？你拿哪一个法门出来能够这样子跟你斩钉截铁说专修这个法门，你只要念10声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其他没有嘛，找不到了。所以老 K 的这结论这边要讲的就是这支影片并没有说错，而是他说的是自力修行，把念佛当作是一种修行的方式。你是用自己的力量去修行的时候，你要小心这件事情，并不是说他说错了因为84000法门嘛，每一个法门都有它修行的原理和道理但是我也要同时在这个结论的时候说一下这一知半解的念佛很容易让人误会这个所以做影片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包括老黑自己也是当然有时候会说错嘛说错的时候就自己就好好虚心接受一下其他人的说法，然后做一些调整就好。我们这个全靠佛力的专修念佛法门我们只要做足3件事就好。第一件事就是深信第2件事就告诉你要做到专修嘛。第3件事要真正去念佛真正称名念佛才行什么叫做真正去念佛不只是你口称名，这个叫做念佛我们口称名的时候，你可以大声念小声念，甚至你默念默念你的意念中也有念佛的声相这也是在称名念佛嘛那你不能念佛的时候耳朵去听佛号，这个也算念佛因为现在金心嘛现在的心在佛号上那个也叫念佛。好，我们眼睛看到佛像比如说我们在工作旁边摆着一尊佛像，一抬头我们就看得到佛像，这个也是念佛还是甚至有的人那可能身体有障碍没有办法念出声来那你拜佛行不行？拜佛也是念佛你看到有些人很精进一天好几百拜，甚至拜到1000拜的那个也是念佛
好，甚至啊，你心中想佛啊，那个也是念佛嘛。啊，所以啊，我们不用去纠结说啊，我们这个一天呢，念佛时间太少啊。其实我们有各种办法，能够让自己接触到佛嘛。哦，就是要深信，要专心哦，要真正去接触的意思哦。如果是这样的话，哦，那你就不用去怕啦。哦，这个靠自力念佛会堕地狱啊，会堕畜生道啊，那个就不用管了，因为我们根本不是靠自力嘛，是不是？啊，希望今天的分享有帮助到大家。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下期再见。